不要那边先哦，谢谢。今年的咖啡展有几幕让我停了下来，大家喝一口咖啡后都皱着眉，再喝一口，仿佛在努力寻找某种正确答案。莓果、柑橘、白桃，每个人都像在写一份看不见的风味考卷。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怪怪的。我们喝咖啡，到底是在找味道，还是在找自己？我发现喝咖啡其实分成两种方式，不是专业术语，而是人类脑袋的两个运作模式。这是我们从小被训练最熟悉的模式，找标准，找规则，找正确答案。这杯应该喝到什么？是不是像风味轮写的，跟店家说的一不一样？喝咖啡变成一种比对行为，很精准，很专业，也非常重要。但还有另一种方式，他不找答案，他找的是我真的感觉到什么。闭上眼，一口，然后让味道带你去到某个画面。一个是左脑的语言，一个是右脑的世界。两个都重要，差别只是你比较习惯活在第几层。好喝，要喝好咖啡，欢迎来找我哦。老板娘，这支很好喝吗？对，赞。那你要不要大概介绍一下这支好喝在哪里？伊索比亚班奇马奇的日晒银棘豆。然后它的风味走的是比较像类似樱桃，樱桃，然后葡萄干，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点果香跟花香，那整体的醇厚度跟平衡感都非常的好，欢迎来试喝。那我也可以试喝吗？可以，好，可以，欢迎哦。那可以帮我弄一下。欢迎试喝，谢谢。这是一段非常标准的工程师模式语言，精准、专业、条理分明。那我看到你桌上这边有4个可以试喝嘛？你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支艺妓好喝在哪里？那艺妓的风味会比较像是有点奶香、有点花香的调性。那就取决于你分说，我比较浅发酵还是比较发酵重一点的。那像我们家的发酵会带一点比较重一点的，所以它比较不会那么的像前端发酵的那么的花香奔放。那发酵比较重一点的，它的口感会比较扎实，后语比较绵长，比较不会那么的淡。那就看客人比较喜欢喝什么。那我们家的豆子会比较以市场导向，就是客人不太爱喝那么酸，所以不要那么酸。哦，因为我们台湾人其实一些没有接触咖啡的都很怕酸嘛。对，都比较怕酸，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会有客人爱喝的豆子跟比赛型的豆子。哦，那我可以试喝一下那个艺妓吗？可以。第二家也是同一种语言结构，处理法、干净度、层次、市场偏好，非常典型也非常正确的工程师模式。屏东人，真的很好喝哦，感觉上天堂了。我后来才发现，这一句话完全不属于工程师语言，它没有精准描述，没有层次，没有风味轮，它只是直觉。老实说，那天喝到的3家咖啡，每一杯都好喝的让我停在那个哇哦的瞬间，不是分析，不是评鉴，而是感受。那时我突然明白，世界教我们用工程师模式喝咖啡，但艺术家模式只能从心里被打开。工程师模式问它应该是什么，艺术家模式问它带我去哪里。莓果、柑橘、白桃，这些词不是标准答案，它们只是箭头，指向一个体验，一个画面，一个情绪。
真正的右脑语言反而是哇哦、靠、哇嘞，或是那句不小心跑出来的我感觉来到天堂了。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选边站，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模式。没有工程师模式就没有好咖啡，但没有艺术家模式，你可能喝不到自己的感受。工程师模式让咖啡变得稳定可靠，艺术家模式让你喝到此刻的你。当世界用语言定义咖啡时，你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感受定义你的人生。风味不是答案，感受才是。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里昂布纳的摊位。那今天很高兴在南港展览馆跟大家见。Coffee while I'm at my side. Eyes half closed, drifting through the sky. Street lights on my muted glow. Thoughts unwind over nice and slow. Aging cafe where the moments stay. Time floats away in a gentle sway. Heartbeat sinks with an mellow play. Lost in the sound of a lo-fi day. In the hush between your beat, I find my peace. In the crackle of the track, my mind's released.